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3种非富即贵的掌纹。我们都知道手掌上有3条主线，分别是生命线、智慧线和感情线。由于这3条主纹在手掌上的位置不同，会形成不同的手纹图案，其中川字掌、M 字掌、断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。一般来说呢，掌纹出现这3种情况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。今天小酱汁老师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种掌纹的特征以及命运情况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。1. 川字掌。俗话说呢，女穿事事福，男穿事事难，右穿代代福，左穿累累金。从手相学角度来看呢，这句话如何理解呢？男女有川字掌的命运如何呢？小酱汁老师来告诉你。1. 川字掌的特征。手中3大主要线纹，生命线、感情线以及智慧线互不相合，从外形来看就有如一个川字一般，故而称之为川字掌。2. 女人川字掌。有川字掌的女性多是女强人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个性独立，永远对丈夫的成就或者子女的学业不满意，很难依靠男人。若配偶或者子女的能力稍弱，则容易因为承受过多你所带来的压力而造成反效果，进而导致家庭婚姻失败。所以有川字掌的女性宜迟婚，或者在婚姻生活中多加忍让，宜配较自己年长的男性，又或者是异地姻缘，聚少离多，反而相处愉快。不过有川字掌的女性通常情况下也旺夫，丈夫也很容易在和她结婚之后发达起来。3. 男人川字掌。拥有川字掌的男性多半性格独立，自尊心超强，但同时他们也比较鲁莽，性子急，做事往往不计后果，即使完成了任务也有许多错误发生。在事业上，这种人创业往往不成功，一生阻碍多，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他人，到处碰壁，最终导致失败。若是跟人合伙做生意的话，最好选择一个心细的人较为合适。另外呀，这类男性在性格上比较叛逆，自尊心极强，容不得别人说他半点不对，所以在感情上易和恋人发生不快。作为单身人士来说呢，因为性格多半不被异性接受，所以晚婚的可能性较高。4. 川字掌的命运。古时认为川字掌的人刑克很重，不行父便行母，与父母亲缘分较薄。因为从小就个性叛逆不顺从，即使与父母亲同住，也很难接受他们的关怀与爱护，因此以过房养大，即跟随亲戚朋友长大，如祖父母、外公外婆一起，不宜与父母同住。不过呀，这也代表他们有机会早年离乡别井，往外地读书或者发展，与父母兄弟姊妹聚少离多。川字掌的男性容易事业有成，女性亦容易成为女强人，但因为个性强、脾气刚烈，因此不宜早婚。川字掌之人不分男女，大都是精明干练，喜自由自在，而且独立性强，胆子大，但容易感情用事，常常不计后果，与六亲缘分也很薄。所以呢，最好可以改变一下个性，不要一意孤行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不然呢，夫妻常常会有口角，甚至离异。2. M 掌纹。M 字形的手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掌纹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都是这种掌纹。那这种手纹的人命运如何呢？小酱汁老师来为大家具体讲解一下。1. M 字掌的特征。M 字手形手相由我们手中的生命线、智慧线、事业线和感情线所形成。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，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，与手掌上的其他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形。2. M 字掌纹的命运。有 M 字掌纹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，拥有远大的目标，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，不达目的绝不放弃。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，名利双收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，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，或者努力的方向不对。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事业方向，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。
这种首相的人个性很热情，很有正义感，对朋友很讲义气，并且能在朋友苦恼、迷茫或者负能量的时候为他们排忧解难，也能为他们指明方向，甚至能够毫不吝啬地批评他们。这样的人懂得自我激励，有自制力，所以更容易获得成功。这种人眼光出色，直觉敏锐，不会被轻易蒙蔽，前途不可限量。3. 断掌。断掌的首相是一种不常见的首相，因此很多人对断掌的首相不太了解。相学常说男儿断掌千斤两，女子断掌过房养，这是真的吗？断掌的人命运究竟如何呢？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1. 断掌的特征。我们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，分别命名是生命线、感情线和智慧线。如果其中2条掌纹线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而为一，横贯手掌，我们将其称之为断掌。手相中呢叫做通贯手纹。此外呀，尚有2种非典型的断掌，一种是感情线贯穿手掌，而另一种是智慧线横贯手掌。2. 男人断掌。男人断掌说明这个人头脑灵活，比较擅长把握机会。如果有事业线和太阳线，其在财富以及权力上将会获得很大成功。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，自信心充足，处事极为理智，不易受感情或者亲情所左右，自然独立性较强。3. 女人断掌。女人断掌这种首相的为人比较固执，你的性格比较成熟，比较独立，父母对你的帮助不大，凡事呢都要多靠自己，但你在感情方面不太顺利，要多加注意。婚姻上容易出现二婚的情况，要慎重考虑。4. 断掌的命运。有断掌纹的人，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到一起，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理性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有利于事业发展。他们对朋友、亲情敢爱敢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，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够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软很厚则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。同时呀，有断掌人的人比较极端、固执、较劲儿，容易出错。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，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，得理不饶人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但是记住，过刚易折，过刚易断，很多人在这个上容易惹到大的麻烦和灾难。比如引起官司口舌、牢狱。假如手相干枯、露骨、无肉，再有断掌纹，非常容易遇到以上的情况。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，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。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，会对人非常反感，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个人，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，一生官非较多。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的时间，哪怕自己是错的，你也不好改变自己，甚至容易过激。听完小江之老师今天所讲的内容，你对手纹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？每个人的掌纹都是不一样的，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不同的命运。但不论掌纹所蕴含的命运如何，我们都需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坚持努力，才能够有真正的好运和财运。手有穷苦纹，3代才能发。虽然每个人活着都在创造劳动力，但有的人的劳动力就是赚不了几个钱。倒不是说他们慵懒，而且命里没有什么财运，就算再拼命，也还是有些穷困潦倒。也有些人光有赚钱手，却没有存钱斗，一生财来财去留不住，到最后也是两袖清风。那从手相学角度分析，哪些手相特征的人一生穷困无福呢？1. 手掌细瘦，没有弹性。有的人是穷一阵子，有的人则是穷一辈子。一个人如果手掌长得又细又瘦，肌肉又没有弹性，硬邦邦的，那这个人天生没有福气，赚不到钱，存不住钱。这种人一般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父母关爱少，学业未完成就辍学外出打工，小小年纪就要赚钱养家，属于劳碌型的人，没有什么存款，好不容易存点钱，还会被家中的事情而花掉，最后又囊中羞涩，经常为金钱犯愁，是穷困之人的一种手相。2.
无名指太短，手指修长代表运势好，相反，手指短小，特别是无名指短，则代表运势坏。无名指代表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运势吉凶，也反映家境好坏。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很长，而且肤色红润，说明此人家境殷实；如果一个人无名指很短，说明此人早年运势不佳，家庭条件差，求财之路十分坎坷，财运不顺，一生注定穷困潦倒。3. 手指有缝隙。手指有缝隙，漏财严重，是一辈子受穷的手相之一。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自尊心很强，个性倔强，宁可自己吃苦，也放不下面子去求人，是清高自傲的人。较之面子而言，金钱和物质并不是很看重。如果遇到让自己不满意或者认为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不会轻易去妥协，不会委曲求全。所以这种性格犟、不懂变通的性格，对事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。两袖清风，发不了大财，是属于穷人之手相。4. 手有漏财纹。所谓的漏财纹，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。掌有漏财纹，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。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差，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，有钱就花，没有钱就借，整天想的不是怎么挣钱，而是怎样去花钱，而且花钱如流水，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钱存。5. 手指修长。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，很有才华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，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。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，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。金钱并不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。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花钱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，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。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。6. 食指向外歪斜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，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，做事踏实诚恳，守财能力超强，一生无忧。若是食指长得向外歪斜的话，此为漏财之兆。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，那给食指是一样的，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。这种人破财较多，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。7. 锁链状出现在掌纹上。锁链纹不管出现在何种纹路上，都是不好的寓意。锁链纹越大，意味着负面意义更加严重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感情线上，则意味着复杂的感情、悲伤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生命线上，往往代表着个人健康的一大问题，这个人也容易遭遇灾难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智慧线上，就意味着这个人做事迟疑、懦弱，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，最终也容易失去财富。8. 智慧线断开。智慧线属于手上的3条主线之一，若是智慧线从中间的位置明显断开，则这样的人思维比较混乱，做事也没啥主见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浑浑噩噩，造成事业上一事无成。而且这样的人人缘也会处理得非常的差，不懂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，造成事业发展不顺利，甚至还会给自己的事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，钱财运势也难以兴旺。9. 事业线断开。事业线是指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的纹路，直接通向中指的位置。若是事业线明显的中断，或是事业线的位置有杂纹或者是乱纹，则注定这样的人工作收入也会非常的不稳定，事业方面也会拥有不少的变化，在事业上很难会有好的发展，日后自然也不会有啥前途，极其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或者是捣乱，导致事业失败，很难能够走到头。10. 生命线弯曲。生命线也是人手掌中的3大主线之一，
它不仅代表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以及突发状况，同时也能够预测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和感情生活。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过于弯曲，则说明他们的运势发展会非常的不稳定，自己的前途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，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身体也会有劳疾，常常会造成事业有头无尾，不会有啥前途。11. 烦恼线。所谓的烦恼线，就是长在大鱼际的位置的细纹与乱纹。若是此纹长得过短，没有超过生命线，则这样的人注定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辛苦，需要为生计发愁，家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比较多，一日三餐都没有保证。若是此处长得过于长而穿过生命线的位置，则说明他们的事业上遇到的苦难与挫折比较多，常常容易出现各种困难，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12. 理财纹很浅。手相中的理财纹与财运息息相关，理财纹清晰的人理财能力很强，懂得积累财富，懂得怎么让钱生钱。而且理财纹很浅或者是没有理财纹的人，则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也是穷人手相的标志之一。13. 财运线弯曲。如果说理财纹间接影响着财运，那么财运线就可能直接影响财运了。想知道自己是贫穷还是富有，财运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若财运线深长清晰，那么恭喜你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。但如果你的财运线弯曲很浅，那么你这一生都只能是个穷人哦。14. 小人纹纵横。食指根部位置代表物质和财富，食指根部有向上的斜线叫做小人纹，往往代表个人财运受阻，容易遭遇挫折。如果有很多小人纹，那就意味着被小人缠住了，个人财富也随之流失。15. 食指过短或者过长。食指较短的人没有上进心，缺乏责任感，平常的生活得过且过，难有雄心壮志。而食指过长的人好胜心太强，能赚钱，但是喜欢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，留不住金钱。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事业的发展，而且命中难聚财。如果是会具有以上这些手相特征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一生都会过得比较的艰难。因此，想要过上好的生活，就必须付出勤奋和努力，用心培养良好的生活技能，再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